财富是什么？财富不是钱，而是获得选择权的能力。财富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实现人生自由的手段。它的价值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能否让你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与其沉溺于愤怒，不如研究规则；与其抱怨起点，不如寻找破局点。欢迎来到今天的读书时间，我们将从7个方面探索财富的底层逻辑，深度解析斯科特·加洛维财富方程式中的突围之道。1. 重新定义财富，从金钱数额到选择权能力。加洛维在书中抛出的第一个颠覆性观点，便是对财富概念的彻底重构。他在开篇直言，财富不是钱，而是获得选择权的能力。这句话初听像充满理想主义的哲理鸡汤，细究之下却藏着对现代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在传统认知中，人们习惯用存款、房产、股票等有形资产衡量财富，却忽略了这些资产背后的核心价值，它们能否让人摆脱被迫妥协的困境。加洛维以自己早年的经历为例，30岁时，他在一家咨询公司拿着远超同龄人的薪水，却每天被打卡制度、甲方需求、无意义的会议绑架。看似成功的生活，实则是高薪奴役。那时我拥有的只是数字意义上的高收入，却没有拒绝加班的权利，没有陪伴家人的自由，更没有选择工作内容的底气。这种用时间换金钱的模式，在他看来只是生存而非财富。真正的财富意味着什么？加洛维用3个能说不给出了答案。能说我不干这个，能说我有别的计划，能说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这种选择权的背后，是对时间、精力、资源的绝对掌控权。他在书中引用了一项针对全球1200位高净值人士的调研数据，超过87%的受访者认为，无需为生计妥协的自由比资产数额更能定义财富。63%的人表示，财富带给他们的最大价值是有底气拒绝自己不认同的合作。这种对财富的重新定义，直指现代社会的认知误区。社交媒体上充斥的年入百万豪宅名车等符号化展示，让人们将财富等同于外在物质，却忽略了其内在本质。财富是一种结构性自由，就像加洛维所言，一个人即便银行账户余额惊人，若每天必须在厌恶的工作与家庭责任间挣扎，他依然是财富的奴隶。反之，哪怕收入不高，若能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掌控时间分配，他已拥有了财富的核心。理解这一点，是破解财富焦虑的第一步。当我们不再将目光紧盯数字增长，转而关注如何积累选择权时，财富的路径便会从模糊的欲望变成清晰的目标。2. 直面不公的起点，阶层分化下的突围前提。加洛维在书中最尖锐的部分，莫过于对财富积累公平性的直白剖析。他打破了人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的社会神话，直言财富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公平的。这种不公体现在3个维度：出身背景决定初始资源，教育差距固化阶层流动，资产差异加速马太效应。1. 出身无法选择的初始代码。加洛维在书中引用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吉切蒂的研究数据，在美国，出生于收入前1%家庭的孩子，成年后进入收入前1%的概率是贫困家庭孩子的10倍。这种差距在教育、医疗、社交资源等领域同样显著。他毫不避讳地指出，你的父母是谁，住在哪个社区，童年接触到的信息圈层，构成了财富积累的初始代码。这种初始差距体现在2个关键资源上：信息差与试错成本。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能接触到投资理财、职业规划的隐性知识，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直到成年都不知道 401k 退休计划的基本规则。当前者可以用家庭资源支撑创业失败时，后者一次失业就可能跌入生存危机。2. 教育看似公平的分层机器。加洛维作为纽约大学教授，对教育体系的阶层固化效应有着切身体会。他在书中写道，常春藤盟校每年录取的新生中，超过60%来自家庭年收入前10%的群体。这些学校与其说是精英摇篮，不如说是阶层过滤器。他们用标准化考试筛选出符合上层社会期待的人才，再用校友网络巩固其优势。更值得警惕的是教育军备竞赛带来的新鸿沟。富裕家庭能为孩子支付每小时数百美元的课外辅导、艺术培训、海外游学，而普通家庭连基本学区房都难以负担。这种差距在孩子童年时期就已显现，并随着教育阶段逐级放大，最终形成教育阶层化、收入差距、下一代资源分化的闭环。3. 资产马太效应的加速器。加洛维在分析美国财富分布时，发现一个残酷现实：前10%的家庭掌握着全国70%以上的房产与股票，而后50%的家庭几乎没有任何金融资产。这种资产差距在通胀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当房价与股价以每年5%到10%的速度增长时，仅靠工资收入的群体实际上在相对贫困化。
这就是为什么两个能力相近的人，可能因为是否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买房，是否持有科技公司股票而拉开天壤之别。加洛维强调，工资只能解决生存问题，资产增值才是跨越阶层的关键，但初始资产的有无，决定了能否进入这个增值游戏。面对这种不公，加洛维的态度却出人意料的务实。与其沉溺于愤怒，不如研究规则；与其抱怨起点，不如寻找破局点。他在书中引用了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的马太效应理论，优势积累确实存在，但规则的缝隙中永远留有突围空间。重要的不是抱怨游戏不公，而是学会在既定规则中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玩法。3. 财富积累的核心路径，从技能打造到杠杆放大。在揭示了财富积累的不公起点后，加洛维并未陷入悲观主义，而是给出了一套可操作的行动框架。他将财富积累比作搭建房子，技能是地基，杠杆是框架，心智是承重墙，三者缺一不可。1. 技能，财富大厦的第一块砖。加洛维在书中反复强调，通向财富的第一步不是选行业找风口，而是打造稀缺且可交易的技能。这里的可交易性是关键，不是所有能力都能转化为经济价值。他举例说明，擅长抒发情感、写私人日记的能力固然珍贵，却难以直接在市场中定价，而编程、财务建模、用户增长等技能，因为能直接解决商业问题，天然具备交易属性。如何判断技能的可交易性？加洛维提出了3个标准： 1. 解决问题的明确性，能否用具体成果证明价值，如将转化率提升 30% 而非擅长沟通。 2. 市场需求的普遍性，是否被多个行业企业需要，如数据分析能力适用于互联网、金融、医疗等多领域。 3. 替代成本的高低，机器或新人能否轻易替代，如高端谈判能力比基础文案更难替代。他特别建议年轻人在30岁前聚焦梯形技能结构，在某一领域如用户运营建立深度优势，同时在相关领域如数据分析、市场营销具备基础知识。这种结构既能保证不可替代性，又能提高与其他领域协作的兼容性，为后续杠杆放大埋下伏笔。2. 杠杆，让财富突破线性增长。单靠技能只能实现线性收入，而财富的爆发必然来自杠杆。加洛维在书中将杠杆分为4类，每类都有其适用阶段与操作逻辑。技术杠杆，用代码、系统、工具实现一次劳动，多次收益。比如程序员开发的软件可以无限复制，设计师创建的模板能被无数人购买。这种杠杆的门槛最高，但一旦建成，收益可持续数十年。资本杠杆，用钱生钱的能力。加洛维强调，这不是炒股暴富的投机，而是用自有资金撬动更多资源的智慧。从购买指数基金到参与天使投资，从按揭买房到利用信用卡免息期，资本杠杆的核心是让资金效率最大化。媒体杠杆，通过影响力吸引流量与信任。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能成为微型媒体，每天分享专业见解的职场人可能吸引潜在雇主。持续输出育儿经验的母亲或许能孵化出亲子品牌。加洛维以一位粉丝的经历为例，他在领英上坚持每周分享供应链管理案例，3年后被一家跨国企业挖走，薪资翻倍。这就是媒体杠杆的魔力。人脉杠杆，用关系网络撬动机会。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拉关系，而是建立价值交换网络。加洛维提出人脉质量3原则：对方能否提供新信息，信息差；能否对接资源，资源差；能否带来认知升级，认知差。他在书中告诫读者，真正的人脉不是酒桌上的客套，而是当你提出一个需求时，有人愿意动用自己的资源帮你，因为他知道你未来能回报同等价值。对于普通人而言，最易启动的是媒体杠杆与专业杠杆的结合。加洛维建议，不必等到技能完美再展示，从现在开始，在社交平台分享你的工作思考、行业观察、失败经验。这些内容或许稚嫩，但能让你被看见，而被看见是获得机会的前提。4. 对抗速成幻觉，财富的缓慢加速本质。在短视频爆红、加密货币暴富等速成神话泛滥的当下，加洛维的财富方程式像一剂清醒剂。他在书中直言，那些让你热血沸腾的快速成功案例，99%都是不可复制的小概率事件，剩下的1%则藏着你看不到的隐性成本。1. 速成幻觉的危害，从焦虑到失控。加洛维分析了速成思维对财富积累的3重破坏。1. 放弃长期主义，当人们相信3个月能暴富，就不会愿意花3年打磨技能。当一夜成名成为目标，深耕行业的耐心便会消失。2. 沉迷及时满足，短视频的15秒快感，炒币的实时涨跌，会重塑大脑的奖励机制，让人难以忍受延迟回报，
而这恰恰是财富积累的核心特质。3. 陷入高风险陷阱。为了追求速成，人们往往会选择高杠杆投资、灰色产业等路径，最终可能因一次失误跌入深渊。他在书中引用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近5年内通过网红、炒币、短线投资实现阶层跨越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 0.03%， 而通过技能积累加杠杆放大实现财富增长的比例则超过 28%。 媒体放大了那 0.03% 的极端案例，让人们误以为这是常态，这才是最大的认知扭曲。2. 缓慢加速的力量，时间复利的魔法。加洛维用自己的人生验证了缓慢加速的可行性。他出生于单亲家庭，高中成绩在及格线徘徊，大学毕业后做过电话销售、仓库管理员等底层工作。但从25岁起，他开始聚焦数字营销领域，每天下班后花3小时学习数据分析，周末参加行业研讨会，主动帮小公司做免费营销方案。这个过程持续了8年，前5年几乎没有可见回报，后3年却迎来爆发。33岁被纽约大学聘为讲师，35岁创办的营销公司被收购，40岁成为拥有100万粉丝的财经博主。财富积累就像滚雪球，一开始你需要推着它缓慢前进，甚至感觉不到变化，但当雪球达到临界点，它会自己加速滚动，越滚越大。加洛维将这个过程分为3个阶段：积累期1到5年，技能打磨、人脉搭建、认知升级，投入大于产出，容易产生放弃念头；突破期5到10年，某一领域的优势开始显现，杠杆效应初步发挥，收入进入非线性增长；复利期10年以上，技能、人脉、资源形成协同效应，财富增长进入飞轮模式，选择权大幅提升。他特别提醒，不要被少年得志的案例迷惑。数据显示，全球富豪榜中45岁后才实现财富爆发的比例超过 60%。 人生不是100米冲刺，而是马拉松，前半程落后不代表全程失败，关键是保持节奏，不偏离赛道。5. 财富心智，比能力更重要的内在操作系统。加洛维在研究大量财富案例后发现一个规律：2个能力相近的人，最终的财富差距往往取决于心智结构。这种心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可以培养的思维模式。它包含3个核心维度：延迟满足、自我定义与风险耐受。1. 延迟满足，对抗消费主义的诱惑。加洛维在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他在30岁第一次创业成功后，用全部奖金买了一辆保时捷，原以为会获得持续的幸福感，却发现新鲜感仅维持了3周，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空虚。我意识到这辆车只是给别人看的，它没有增加我的选择权，反而让我背上了保养、保险的负担。这个经历让他反思消费主义陷阱。现代社会不断用精致生活即时享受的概念，诱导人们将收入转化为消费品而非资产。他引用美联储的调查数据，美国收入前 20% 的家庭中，储蓄率超过 30%， 而后 20% 的家庭不仅没有储蓄，还背负着高额信用卡债务。真正的财富积累者懂得在想要和需要之间划清界限，他们会延迟即时消费，将盈余投入能产生被动收入的资产。加洛维建议普通人建立3层账户体系：生存账户覆盖6到12个月生活费，投资账户用于股票、基金等增值资产，消费账户每月固定额度，不超额。这种结构能从物理上隔离消费冲动，强制培养延迟满足能力。2. 自我定义，不被外界标签绑架。在社交媒体时代，被他人定义成了财富积累的隐形障碍。加洛维观察到，很多人因为朋友都买了奢侈品而透支消费，因为同事都在创业而盲目跟风，因为亲戚觉得稳定工作好而放弃理想行业。外界的评价就像一个无形的牢笼，让你在追求被认可的过程中偏离了自己的财富轨道。他提出价值锚定法，在纸上写下3个问题：我真正擅长什么？我愿意为了什么牺牲短期利益？10年后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这3个问题的答案构成了个人的价值锚点。当面临选择时，用锚点检验这个决策是基于我的核心价值，还是外界的期待。加洛维自己的价值锚点是知识传播，无论创业多忙，他坚持每周写一篇行业文章。即使公司被收购后身价倍增，他依然保留着纽约大学的教职。别人可能觉得教授身份性价比低，但这符合我的自我定义。我不仅想赚钱，更想让更多人理解商业的逻辑。3. 风险耐受，在波动中保持定力。财富积累的过程从不是线性上升的，而是充满波动、挫折甚至失败。加洛维在书中坦言，自己的3次创业中，前2次都以亏损告终。投资的12家初创公司里，7家倒闭，3家不温不火，只有2家带来了超额回报。
区别成功与失败的不是是否遇到风险，而是能否在风险中存活并调整策略。他提出风险缓冲机制的3个要素：财务缓冲，保留即使1年不工作也能生存的资金，避免因短期压力做出非理性决策；认知缓冲，定期反思如果最坏情况发生，我有哪些备选方案，提前预设风险应对策略；心理缓冲，培养与财富无关的快乐来源，如运动、阅读、家庭，避免将自我价值完全绑定在财富数字上。风险耐受不是鲁莽的冒险，而是有准备的承受。加洛维强调，就像冲浪者不会害怕海浪，他知道浪有高有低，但只要保持平衡，就能在波动中前进。6. 未来财富的新支柱：数据、影响力与品牌。加洛维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分析未来20年的财富趋势。他认为，技术革命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正在重塑财富的生产函数，传统的劳动加资本模式将让位于数据加影响力加品牌的新三角。1. 数据素养，读懂数字背后的趋势。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素养已成为财富积累的基础能力。但加洛维强调，这不是指会写代码或做数据分析，而是从海量信息中识别趋势、预判机会的能力。他举例说明，一位做母婴电商的创业者，通过分析社交媒体关键词热度，发现科学育儿的搜索量3年内增长了400%，于是提前布局相关产品，在竞争加剧前占据了市场先机。数据素养的核心是3个识别：识别虚假数据，如剔除水军刷出的流量；识别相关性与因果性，如冰淇淋销量与溺水事故正相关不代表因果；识别请继续写完潜在趋势，如从小众需求的增长中发现未来主流。加洛维建议普通人从小数据练习开始，分析自己的消费记录，找到优化空间，跟踪所在行业的关键指标，如用户留存率、客单价，慢慢培养对数据的敏感度。2. 网络影响力，数字时代的信任货币。加洛维将网络影响力定义为在数字空间中建立信任与连接的能力，它的价值远超粉丝数量。一个拥有1000位精准粉丝的职场博主，可能比10万泛粉账号更有商业价值，因为前者能直接影响粉丝的职业决策，后者只是流量泡沫。构建网络影响力的关键是价值密度。内容聚焦，围绕一个细分领域输出专业内容，如职场新人的 Excel 技巧，30岁女性的理财规划，而非泛泛而谈。互动深度，与粉丝建立真实连接，回复评论，解答疑问，组织线上讨论，让单向输出变成双向信任。长期主义，影响力的积累需要时间，就像加洛维自己的播客，前6个月下载量不足1万，坚持3年后才突破100万。信任就像存款，每次有价值的输出都是存钱，急功近利的变现则是透支。3. 自主品牌构建，个人价值的放大器。在个体崛起的时代，个人品牌已成为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加洛维指出，自主品牌不是做网红，而是让别人在没有见过你的前提下，愿意信任你，为你付费，为你传播。这种信任的建立需要3个支点：专业标签，明确自己的差异化价值，如专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咨询师为万能顾问；一致性输出，通过文章、视频、演讲等多种形式，反复强化专业标签，让受众形成稳定认知；口碑沉淀，用实际成果积累案例，让客户的反馈成为最有力的品牌背书。他以一位律师的案例为例，他专注于女性创业者法律权益领域，不仅在公众号普及相关知识，还免费为初创女性提供1小时咨询。3年后，他的客户中80%来自口碑推荐，收费标准比同行高30%，这就是个人品牌的力量。7. 结构性批判与突围策略，在不公中寻找机会。加洛维的财富方程式并非一味强调个人努力，而是直面社会制度中的结构性问题。他在书中批判了教育资源垄断、资本市场不公、社交阶层固化等现象，但始终保持着建设性态度，承认不公不是为了抱怨，而是为了找到规则的缝隙。1. 教育资源的突围，从名校崇拜到能力突围。面对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加洛维提出非对称学习策略，利用免费资源 Coursera、edX 等平台提供世界名校课程， YouTube 上有大量行业专家的分享，这些资源足以支撑系统学习。实践优先，与其纠结名校学历，不如通过项目证明能力。一位自学编程的年轻人，若能做出爆款 App， 比空有文凭更有竞争力。跨界学习，在 AI、新能源等新兴领域，传统教育体系往往滞后于行业发展。主动学习跨学科知识，如生物学加计算机心理学加营销，能抢占先机。2. 资本壁垒的突破，从小额开始的滚雪球。对于缺乏初始资本的普通人，加洛维建议从微杠杆起步，用时间换资本，将技能转化为副业收入，
如设计师接私单，程序员做外包，积累第一桶金，把握微小机会，早期参与创业公司的股权激励，购买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在能力范围内投资自己，如付费参加行业会议。理解资产的本质，不是所有花钱的地方都是消费，买书、学习技能、拓展人脉，这些投资自己的支出，其实是最划算的资产配置。3. 阶层固化的破局，主动靠近价值密集区。加洛维反复强调地理位置杠杆，人生最大的运气之一是出生在资源密集的城市，如果没有，那就主动迁移到那里。这里的资源密集区不仅指大城市，也包括行业集群，如深圳的科技圈、义乌的电商圈，知识社群，如线上专业论坛、线下行业协会。即使暂时无法物理迁移，也可以通过虚拟接近打破圈层壁垒。关注行业领袖的社交媒体，加入专业社群参与讨论，付费参加高端线下活动。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在哪里，而是你的信息渠道、人脉网络能否触达高价值区域。加洛维说，圈层的本质是信息流动，只要能接入高价值信息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物理限制。8. 写在最后，财富是手段，自由是目的。合上财富方程式，最深刻的感受不是获得了多少致富技巧，而是对财富本质的重新理解。加洛维在书中用无数案例证明，财富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实现人生自由的手段。它的价值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能否让你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位从底层突围的学者，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财富积累的过程必然充满艰辛，需要对抗速成的诱惑，忍受长期的寂寞，承担失败的风险。但正是这个过程，会让人从被环境塑造变成塑造环境，从被动选择变成主动定义。对于每个普通人而言，财富方程式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而在于启发我们找到自己的解题思路。就像加洛维在结尾所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财富公式，但总有适合你的路径。重要的是开始行动，用技能打地基，用杠杆建框架，用心智做支撑。终有一天，你会在自己搭建的房子里找到真正的自由。愿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方程式。最后别忘了订阅、点赞、评论哦！感谢您的观看。